大家好，我是经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节目是专门说一些我生活上的事情。上一期视频介绍了我是如何认识我太太的，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下欧洲游和中国行。虽然我们结婚后没有直接去欧洲，主要的原因是我签证的原因，但是我们在2016年底过圣诞的时候还是去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。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意大利的罗马，我们在那儿参观了竞技场、古罗马城废墟、维多利亚诺广场以及梵蒂冈等等。就是游客去哪儿，我们也去哪儿了。同时，我们也去了一些意大利餐馆，感觉食物之类的和纽约意大利餐馆都差不多吧。可能我们去的地方不行，但是我们普遍能感觉到这儿的酒比水便宜，比如菜单里面的水要5欧元，但是红酒、啤酒之类的只要3欧元，这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美国这儿的水基本上都是免费的。之后我们就乘飞机去了慕尼黑，飞机飞过了阿尔卑斯山，感觉也就是那个样子，和西雅图附近的 Cascade 山脉差不多。我们到了慕尼黑的时候已经是圣诞夜了，我们原本还想去逛圣诞市场呢，结果就是这个样子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儿的圣诞市场在圣诞夜这天是关闭了，这点和美国是有一点点不同的，因为在美国圣诞夜那天，圣诞市场是最忙的，有很多人都会来买东西，因为在圣诞节就要休息了。之后我们第二天参观了玛利亚广场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中庭吧。之后还去参观了新天鹅堡，据说迪士尼的商标就是根据它设计的。在玩过慕尼黑之后，按照原来的行程，我们是要去维也纳的，但是雷丁的阿姨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提前离开慕尼黑，绕路去了布拉格。我们乘了接近6个小时的火车之后，终于到达了布拉格。下车后，他的阿姨到车站来接我们，之后送我们去旅馆。我们当时特别兴奋，因为在布拉格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建筑，而且保持得很完整，所以我们在公车上有说有笑，并且哼起了莫道尔河交响曲。他的阿姨跟我们说别这样，首先当地人不喜欢你对他们笑，因为你对他们笑是有一种不怀好意的意思。另外，吹口哨、莫道和交响曲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取笑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就好比你到西雅图之后，跟当地人提起西雅图不眠夜是一个道理的。在宾馆check in完之后，我们去了一家当地的饭店，一起吃了晚饭。据悉，这位阿姨，呃，已经来了很久，差不多有30年了，马上就要入捷克籍了，并且表示她会退出美国国籍。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不想当美国人的。阿姨第二天还跟我们一起吃了早饭。总之，她真的是非常高兴见到我们，也非常感激我们会特地绕路来看她。另外，布拉格城的确是很有味道的一个城市，也许我也会被它给迷住吧。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我居然在布拉格碰到了我认识的人，他们在大街上叫我的名字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，或者有人的名字跟我很像罢了。后来又听到一声，我觉得这个是有人在叫我。他们就是我纽约教会的教友，他们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布拉格来看亲人的。
你别说，这个世界还真的很小。在布拉格之后，我们到了计划旅途中最后一站维也纳。我们在这儿也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，比如美泉宫或者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之类的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有去看贝多芬的故居，也许以后有机会再去吧。不过我们倒是看了一些木偶剧，也喝了很多酒，就是类似于这种的热红酒，大概4欧元一杯吧。同时，欧洲的酒是真的很便宜，像啤酒在超市里面就卖5毛钱，最多1欧元。最后我们在维也纳度过了2017新年。之后我们就要乘飞机回纽约了。那天早上我们先乘的是柏林航空飞到罗马之后，再转机乘意大利航空去纽约。但是由于某些原因，我们要在回纽约的时候被告知不能登机，因为登机牌没有办法打印出来。原因是柏林航空降落的时候，中间转机的时候只有1个小时，登机牌在最后1个小时内没有办法打印出来。但之后柏林航空又说他们没有晚点。反正两家航空公司就是在互相踢皮球吧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时候我们有机票再说，但是他们说一定要登机牌，就连机票也不行，我们就感觉非常惊讶。一开始意大利航空准备帮我们重新订机票回纽约，但是由于我欧洲签证的问题不能再出关，然后再待个几天回纽约，所以意大利航空也没辙了，就跟我们说像旅游保险理赔吧。首先我的旅游保险是最基本的保险，就是保健康问题之类的。再者，就算我们向旅游保险理赔了，这也弥补不了我们时间上的损失。后来我和我太太商量了一下，即便能买到回纽约的机票，这也要等4到5天之后了。那我们就先去一下上海吧。正好我太太在那年夏天得到了中国签证，所以去中国就不成问题了，而且第2天就能回上海。相比要等4到5天才能回纽约，去上海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，而且顺便可以看我的父母。之后我们就自掏腰包买了去上海的机票，并且在罗马机场里面多待了1天。这儿我要说一句，我想我有一段时间都不会到欧洲去旅游了，至少在中国护照免签之前都不会考虑了。因为签证这个东西太麻烦了，而且我们也一直准备起诉意大利航空，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破产了，并且也受到破产法保护，免受法律起诉。但是只要他走出破产程序，我们还会再次起诉他的。好了，到了上海之后，首先就是见我父母。一开始他们也感到很惊讶，但之后他们开始理解我们的处境了，并且让我带我的太太去上海市中心看看。而我太太到上海之后，这也是她第一次到中国，她对中国印象非常深刻，主要体现在社会非常有序，至少在地铁站或者别的公共场所，人流比较有序，而且到处有标签，可以很好找到方向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就觉得中国很安全，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。另外，他对上海的市容环境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可以保持很干净，而且绿化很好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也对上海的城隍庙也很感兴趣，但是他也觉得上海的空气质量需要改变，主要是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冬天，中国才刚刚开始治理雾霾，可能现在会好许多。
到了上海之后，我又和我大学的同学联系了一下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去美国上大学的，之后回国工作了，我们就一起约定吃了个饭。说来也巧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友人 Terry 也在上海，他以前经常让海外留学生到他家里玩，也经常帮助我们，也知道我们在海外孤单，所以经常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过美国的节日，比如感恩节或者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。但是我们在上海不能待太久，主要是我太太的工作需要她回去，所以我和我父母道别之后，先去了香港逛了一下。主要是既然来了中国，那么就要多看看。虽然时间有点紧迫啊，但是之后我们就直接搭飞机回纽约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的欧洲游和中国行。下一期节目准备讲纽约的生活，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搬到西雅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点个赞、订阅或者转发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